有消息称，日本打算在近期修建一个新的军事基地。这个军事基地有着永不沉没的航母之称，能够短时间内集结大量 F-35战机，对我国发起打击。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日本方面又公布了一个消息，说是要在鹿儿岛县西之表市的马毛岛建设自卫队基地。同时，这个基地还可以为美军的飞机提供训练，在本月中旬就要公布相关的评估报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当天就会动工。这个消息放在现在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在日本最新公布的预算中，不但军费开支大幅增长，甚至还打算在台岛周边修建弹药库和部署防空导弹。实际上，在这儿修建基地能够对我国造成巨大的影响。马毛岛作为日本的第二大无人岛，面积大约为8平方公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旁边的大隅海峡就是太平洋和东海之间的海上要道。我国的海军舰队想要进入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或者执行任务的话，就不得不从此处通过。在去年的时候，解放军海军舰队就多次通过这一海峡进入到太平洋海域。中俄进行联合编队演习的时候，也是通过了大隅海峡。如果日本方面对这个岛进行改造，将其变为一个军事基地的话，那么将来我国海军想要执行任务或者出海，都将会受到巨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在日本的计划中，该基地修建完后，驻日美军的航母舰载机将会从原来的基地进行搬迁，将这个基地当作新的训练基地。在这之前，由于美军的后木基地和岩国基地在进行舰载机训练的时候声音非常大，导致周边的日本民众非常不满，经常举行抗议活动，让日本政府的压力也很大。再加上这两个基地的面积太小，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军来说，根本无法容纳自己那么多的战机，所以一直都想着搬迁。因此，日本方面对建造这个新基地十分积极。而这个岛距离我国海岸线仅为800公里，也就是说，当该基地修建好之后，以美军 F-35B 隐身战机的作战范围来看，已经将我国纳入了美军的打击范围内。美军每天都能够执行对我国的模拟打击演练，锻炼技巧和手感，摸索战术。一旦到了战时，美军可以将平时训练积攒下来的经验迅速转化为战斗力，进而对我军造成重创。另一方面，日本海自出云号和加贺号2艘直升机航母驻扎的横须贺基地、武港基地、岩国基地部署的美军 F-35战机，以及新田原基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35战机，都与这座基地链接在了一起。在必要时，这些战机可以快速地到达这一区域。以日本的 F-35战机数量，再加上美军在此地部署的 F-35战机，美日联合 F-35机群的总数将会达到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而解放军现有的2艘航母，无论是山东还是辽宁，从个体战力上来看，数都无法对付这种情况，特别是在舰载机还有着代差的情况下，歼15难与 F-35相匹敌。因此，这个经过改造后的马毛岛也被日本自卫队志得意满地给予了永不沉没的航母之称。当然，这座岛屿名义上是为了训练士兵，提高安保力量，但实际上就是专门为美军打造的一个基地。无论是日本现在最强大2艘直升机航母，又或者是在周边岛屿部署的各大空军基地，基本上都有 F-35隐身战机进驻分布。日本也是除美国之外拥有 F-35战机最多的国家。单论5代机的数量，几乎要和我国的歼20一样。但美国人可不是个做慈善的主，自从日本战败之后，日本可以说是完全被美国给接管了。因此，美国给日本这么多的 F-35战机，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把日本当枪使，为了对付中国，给其他国家 F-35战机容易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和中国产生冲突的时候出工不出力。但是给日本完全就没这担心了，部署的数万名驻日美军就是美国最大的依仗，不怕日本不听话。作为中心小弟的日本还考虑到了，由于美军在日本部署的人员和装备实在是太多了，本来真要是打起来，弹药可能会不太够，特别是九州和冲绳地区的弹药库存只有10%，因此在未来5年内还要修建70座弹药库，并且还都是修建在靠近台岛的西南诸岛区域，摆明了就是给美军修建服务的。日本自卫队那体量哪儿用得了这么多弹药？当然，日本的这种想法能不能成功还是两说。永不沉没的航母和其他的航母比起来，确实打击能力和舰载机数量要上升了几10倍。但是日本有没有考虑过解放军的导弹技术呢？就连美军都在公开场合上说了，中国现在的导弹技术是独一档的存在，不光是第一岛链，
第2岛链被冲破，甚至还能直接打击到第3岛链的美国本土。美军引以为傲的航母碰上东风反舰弹道导弹，只能是活靶子。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军才决定将自己的力量都转移出第1岛链。而身处第1岛链核心的日本，看着美军减少甚至是撤出部署，岂不就是在削弱自己的实力？毕竟日本能够这么硬气的说话，全靠的美军在自家地盘上部署的强大军事实力撑腰。一旦这些驻日美军全部撤出，那么日本以后在国际舞台上说话就得小心点了。所以为了让美军能够加强部署留在日本，这才有了日本政府自掏腰包给美军又是修基地又是修弹药库的这一出，就差把美军当成大神给摆在庙里供上了。